Hello，邓总，我今年31岁，机械设计，直男。5月份公司来了一个新同事，他是项目助理，因为工作的关系慢慢熟了起来。后来他奶奶生病，因为请假跟总监闹得不愉快，我们俩开始聊得多了起来。什么意思？总监是你们的工具人啊？请假跟总监闹得不愉快，我们俩开始聊得多了起来。这总监是垫脚石啊！某天我们一起下班，我送他去地铁站，就在地铁站聊了好久好久，才知道他跟我同岁。在公司报的是已婚，实际是单身。就这样，我们经常一起工作、聊天、下班。在7月份的时候呢，最后还是因为跟总监不和，他辞职了。那是我第一次早上去地铁站接他，也是最后一次。他辞职之后，我们联系的更频繁了，每天都联系。第一次钓鱼在他家小区附近，这就跳到钓鱼，就怎么去？31岁，你们的约会？第一次约会是钓鱼啊，这挺绝啊！这有点厉害啊，这感觉钓鱼确实不错啊。这没想到啊，第一次约会是钓鱼，第一次钓鱼在他家小区附近。他送了我一本书《我与地坛》，我送了他一本《岛上书店》，然后搬家搬到了离公司很近的地方，离我小区就几公里。我很疑惑，他辞职了为什么还要搬过来？他说是之前在公司就约好了看房的，我只是很纳闷，还帮他把电动车搬了过来。我们俩在他辞职以后一起吃了好几次饭。还一起钓了好几次鱼，期间因为他奶奶的丧事回家了2次。这时候他已经搬到离公司很近的地方，第一次回家之前没告诉我，给他发信息没人回，他刚搬来，我以为他出事了，急得我差点冲进他家看有没有人。最后一次回来当天晚上，我们俩还去太湖大道玩了一圈，听他讲起家里的事儿，当时我很想牵他的手，最后还是因为没表白忍住了，但是冲动一直在。最后一次钓鱼，哎呀，这不对啊！这个钓鱼出现这频率这么高就有问题了。没事干搞钓什么鱼啊？啊，姓高吗？最后一次钓鱼是在9月7号周六，也算是最后一次见了。钓完鱼我实在忍不了了，也因为他从我们公司辞职后有很强的不安全感，想跟他确定关系的想法很强烈，我就表白了。他当时跟我的看法不太一样，没拒绝也没接受，我一夜没睡，本来也没什么，还是继续聊天。第二天我想着总归得有个说法吧，啊，不行就回到朋友的位置上继续相处呗。我买了花，买了吃的，到他家找他，给他发信息，他刚好说不舒服，我就赶过去了，但是没告诉他我要过去。开门他很惊讶，着急的把我推了出去。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来大姨妈了，收了花和菜和饭，就告诉我快走，不敢往下看了，要出事儿啊，兄弟！糟糕啊！真的，这能是大姨妈吗？这不能是大姨妈呀！收个花和饭和菜就告诉我快走，大姨妈也没有必要叫你快走啊！我很疑惑，还是按他的说法准备回家。等电梯的时候，一个男的按了他家的密码进去了，我当时就懵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在小区门外面站了半个小时就回去了。第二天他给我转了500块钱。哎呀，你是鱼呀，原来哥们儿。这一天还约人家钓鱼呢，你是鱼呀！哎呦我的天哪，给了你500块钱，哎呀太惨了，我的天哪！第二天他给我转500块钱让我收下，我问他菜好吃吗？花好看吗？鱼哥什么意思啊？不敢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不接受。鱼哥还问呢，鱼哥醒一醒啊，兄弟！我问他菜好吃吗？花好看吗？他说我太拧巴了，我就说了我看到的事和对他想说的话。又过了一天，他就解释说那是朋友来商量买房的事儿。信了？你信了？你信了吗？你是信了吗？啊，哥！又过了一天，他就解释那是朋友来商量买房的事儿。下午我给他发信息，告诉他我去找他，说有问题解决问题，说开就好了。他没回我信息，你猜为啥没回？又在商量买房的事儿了啊，哥！兄弟呀，醒醒啊，兄弟！我的妈呀，兄弟，清醒一点！哎，干嘛？他没回信，我等着敲门。不是这个对所有人都适用啊，以后别跟人家联系不清，还没联系清楚就直接上门，这少干这种事儿啊！啊，轻则很不礼貌，重则自己就是自毁性攻击啊！没事搞敲人家门干啥？没手机吗？没事不要突然出现在人家门口啊！那轻则就是没礼貌，重则就是这不就干啥？这是要这不自我毁灭吗？没事敲人门干啥呀？你看你这，哎呀，我敲门，我以为他在戴着耳机看书，你看你这脑补这画面都给你脑补好，原来在洗澡，
但是没开门，我很失望，不是因为人和事，是因为态度。后来朋友告诉我，不应该说看到的事，也不该敲门。哎，你这朋友算是靠谱，你没事老敲人家门干啥？直到现在我也似懂非懂。他们说成年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哥们儿，似懂非懂是吧？先听我跟你说啊，这件事记住啊，以后跟谁多亲密，就是亲爱的爸爸妈妈，你的亲爹亲妈，你回你爸爸妈妈家，你也先发个微信，你别上去直接敲，好吗？不要突然出现在一个别人家门口，不礼貌啊！你看你这都不是不礼貌的事了，这不给自己造成重伤害了吗？这哥们儿肯定是受伤了，痛苦，后面这感觉都蔫了。这后面还有吗？直到现在我也似懂非懂他们说的成年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大晚上敲门，他也很生气，说也解释了，就是朋友。对呀，我别陷入了自我分析当中。我认为是不安全感和缺爱导致我急切的想表白确定关系，反而导致了之后的一切。就告诉他我要回去跟父母聊聊，中秋节跟父母回家跟父母聊个从小到大的事儿，好像我不缺乏安全感。不是什么意思啊？之后发信息，他偶尔答一句，现在彻底不回复了。我应该是心智不成熟了。我到了另一个城市发小那边体验世界的复杂了。朋友说我应该挂号一个精神专科看看。你这朋友真不错，我感觉你这朋友一直都挺那个站在你角度想。11当天约他看车展，约他钓鱼都没回复，我就很痛苦，好像只要他不回复我就永远痛苦。我知道不应该这样，可我没有办法控制。求蛋总救我，我该怎么办？兄弟，我救不了你啊，兄弟，但是你可以自己救自己啊，兄弟，救自己啊！你这个朋友挺好的，多跟你这朋友待着。咱们说这个看车展、钓鱼不能跟这个哥们儿一起去吗？咱们带着这个朋友一起去钓鱼、看车展，好不好？恋爱脑不分男女的啊，恋爱脑是不分男女的，这不纯恋爱脑，稀里糊涂啊，哥们儿，31岁了啊，哥们儿，清醒一点，这不答案谜底就在谜面上吗？人家有男朋友，是吧？谜底就在谜面上，这个你喜欢的这个女生有没有不地道的地方呢？你自己知道是吧？那你就算了呗，你能不知道吗？你肯定知道呀，你不愿意面对现实，你还干啥呀？你俩没戏啊，你俩没戏。我说清楚了吗？我好怕没说清楚，没说清楚吧？我怕他听不懂。我觉得你呀，哥们儿，我觉得你挺有自救意识的，你已经回家跟父母聊过了。然后呢，你也去找过朋友了。哎，我建议呢，这个不是说找一次就完事儿，说没用，不是的，再多待一待，跟你父母也好，跟你朋友也好，多待一待。你现在是情感上受创伤了，你不要从理性上去想，你别觉得你从理性上想能想明白，你是感情上受创伤了，你就多跟亲近的人待一待，钓钓鱼，一起钓鱼，看看车展，没问题，别约他了。啊，然后呢，你这个朋友对你挺好，但是他会跟你说一些什么成年人的世界是什么样，什么体验世界的复杂什么的。成年人的世界吧，复杂归复杂，但是也不是一个多负面的啊。很多朋友一说，哎呀，成年人的世界就是黑暗，就是复杂，没有那么复杂。成年人的世界充满了黑暗，也充满了美好，充满了复杂，也充满了简单，充满了痛苦，也充满了快乐。成年人的世界复杂，不是说它就是黑暗。我看你这个朋友这个用法，意思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就是很黑暗，哎，女的就是要骗你，是吧？已经有男朋友了就要骗你感情，是这个路子是吧？别听这些话，把这些话少听。世界是复杂的，复杂里包含着美好，复杂里是包含着美好的，才叫复杂啊！你看钓鱼多开心呢，看展多开心呢，该看展看展，该钓鱼钓鱼啊！别因为这一个事儿就消极了啊！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你看你这钓鱼，我都很羡慕你。这爱钓鱼的人按说应该心很稳啊，你也别这么稳啊，你稳一稳，但是别这么稳，发泄发泄，玩一玩，造一造，钓钓鱼，然后呢快乐起来。世界很美好的啊，别往那个窄处想。世界复杂说的是对的，但是复杂里包含着美好。它复杂如果只有黑暗，那就不叫复杂了，那就简单了。世界不是说黑暗，别一下因为这一个事就觉得世界黑暗，好好的支棱起来，美好的人生还在前面，快乐起来啊！明天那个剪我切片的朋友，别就剪前面那一段嘻嘻哈哈的，管人叫鱼哥，后面不剪了，把后面这个剪进去啊！你们经常剪我切片剪8嘎。莫名其妙的，这个哥们儿如果刷到了，我在那管人叫鱼哥，精神更不好了啊！我这读到最后才发现他相当痛苦的，这相当痛苦得给他说清楚，让他开心起来啊！剪切片的朋友们，记得把后面这个劝人家那个剪进去啊！别这哥们儿明天正要那个挂精神科呢，一点开一看，李诞管我叫鱼哥啊！成年人这世界好复杂呀、给他写信，他笑话我，不是啊，没笑话你了，哥们儿。读前面就是笑一笑，我
读到后面就不忍心了，开玩笑，没有恶意啊，你开心起来，你也可以开自己的玩笑，这是我还是另一个真诚的建议，兄弟，你别觉得遇上这种事儿又怎么了，你也可以开自己的玩笑。哎呀，我天天约人家钓鱼，我让人家拿鱼当鱼钓了呀，怎么这样呀？同样都是甩竿，他怎么往我嘴给甩？怎么碰上这么个人呢？你可以开这种玩笑，这样想一想，能开心不少啊，哥们儿，开心起来。倒霉啊，就碰上这事儿就是倒霉，别想了，往前看吧。底下这朋友说的很好，不过是个经历，哎，对，不过是个经历，着急别催，这个人家都要挂精神科了，催啥催啊？别催了啊，缓一缓，消化消化。好不好？其实我心里都在想，还有哪句话没跟他说到？别催了，这个人家真是碰上难事了，能帮一下就帮一下，是吧？给我投稿也是信任我啊，朋友们，咱们读信不就是吧？一方面是嘻嘻哈哈共同陪伴，一方面真能帮上人家的时候，不是帮人家不挺好的吗？着啥急呢？我再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哦。只要他不回复，就永远痛苦啊！你还是多找人陪伴吧，别老给他发微信了，别发，吓死了。哥们儿啊，别去人家家，别发微信了，这事儿戒了啊！想发微信再给我写封信吧。你还有啥想说的？又有啥最新进展？这上次都中秋节了，你还有啥最新进展？你给我再写封信啊！小伙子，还有什么最新进展？你想对他说什么话？打好字发给我，不要发给他啊！发给我再帮你看看，没事儿，过去了，钓鱼，1天2天的就过去了，很容易过去的。好吧。差不多应该说明白了，期待你再给我来封信啊，兄弟！当然，我特别期待你给我来封信，说，哎，但我最近钓了一条很大的鱼，很开心，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也开始喜欢新的女孩了，是吧？你如果能给我写这封信的话，我更高兴。但我最近遇到了情感问题，我有一个喜欢的女生，在一家公司，在一次偶然的工作机会中结识。然后她是我喜欢的类型，于是乎我向她表达了我对她的喜欢。这几句话需要说这么啰嗦吗？这么啰嗦吗？就是喜欢一个女生表白了吗？不是一句话的事吗？表达了之后呢，想表明，然后我看对方是否有互相接触、深入了解的意愿。他表示可以，然后约定了1年的时间。这1年的时间中，以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相处。又碰上钓鱼的了，兄弟，不想往后看了啊！多钓鱼的。刚一个钓鱼的处理完，你这就又来，这不是钓鱼的，这是养鱼的。他表示可以，然后约定了1年的时间，养1年鱼嘛，就是鱼二哥、小鱼哥啊。刚刚那个大鱼哥，我这刚苦口婆心完，又来个小鱼哥，哎，他表示可以，然后约定了1年的时间。这1年的时间中，以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相处，期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亲昵的行为举动。那不然呢？那肯定啊！现在离正式表白的期限快到了，哎。然后在这1年互相了解的过程中，我知道我并非是他的理想型和喜欢的类型，但每次约出来吃饭吧，也都还挺聊得来。对，养鱼也要付出的呀。然后回去在手机上聊的时候，会有那种已读不回，过段时间再回复的情况。对，养鱼也不用付出太多嘛。时而热情，时而应付，所以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喜欢我。我确定他不喜欢你，还是只是觉得暂时没有更好的选择，又比较合适，试着了解。没有试着了解，你前面这半句认识的是对的，他就是暂时没有更好的选择，就是混着，但是他也没有试着了解你啊，没有这件事。所以蛋总该不该表白或在一起，加速跑啊，有多远跑多远。蛋总好，喜欢班里一个女生快半年了，但一直不敢跟她说话。自从上个学期加了她微信，就只敢打招呼，再也没有然后，只能远远的看她。就算有时候和他碰了个正着，也不敢打招呼。有时候他看着我，却什么也不敢做。什么意思？我却什么也不敢做，什么也不敢做。但是最近我越来越想走近他。他喜欢看言情小说，求助蛋总。多大呀？班里一个女生，上个学期。你多大啊，哥们儿啊？大学生还是中学生啊？中学生早恋我可不教啊！中学生你好好学习啊！你要是大学生的话，我教你一下。你中学生你好好学习啊！早恋教不了，好好学习啊！你大学生嘛，他最近我越来越想走近他，他喜欢看言情小说，你也看呐？啊？早恋不能教啊！大学生的话就你也看就行了，聊点书里的事儿。他听着你像挺小孩的，小孩你好好学习吧啊！少看我直播，言情小说就还则罢了啊！言情小说也少看，我直播你也少看，好好学习啊！他们说我头上有东西，我刚播，他们说我头上有那个啥玩意儿，不知道。扒个半天没扒个明白，我就把帽子戴上。是有点像那个。对啊，我刷半天，我说你们说啥呢？是啊，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个啊，我有一个帽衫啊，对，挺像的。一开始没看懂啊。
是挺像。我同事说像斗地主给那个人，那个斗地主给那个角色，正好咱们就逗好乐，咋唱来着？你好，我有一个帽衫，后面不会了，咋唱？后面是啥？小王子啊，动画片一样。丑出新高度，还行啊，我觉得挺遮丑的吗？这不都遮了好多丑了吗？这不已经欢迎啊，感谢大家，新来的朋友点点关注吧。今天可能有很多新朋友们点点关注吧，认识一下。这个把耳朵缩进去没有那么别致了啊！你别想我是脸大，我穿上是这样，你想想你那小脑袋啊，你那小面孔，你别想我呀，你想想你那个小脑袋那个小面孔穿上得多好看。你别看我穿着难看啊，是不是？想你自己啊，这也挺逗。这回毛更多，这回粘个更多，粘一头，哎，就这样。主要是摩擦力太大了啊，这摩擦力太大了，全头发茬了。你好，我是男生，我今年36，我老婆35，跟我老婆是2014年认识，都是第一次谈恋爱。2016年结婚到现在8年了。我的性格比较内向，平时不太主动关心。平时他主动找我说话呢会多一点，但是他有要求我做的事我都会做，就是比较被动。他的性格比较外向，为人比较直，女强人的感觉。这8年来可能性格问题，因为一些小事大事吵吵闹闹，他说我就委屈，但是又觉得其实人家说的是实话，实话就是难听。但是当时确实很难过，有点郁郁寡欢。有时候他说我呢，我也会跟他抬杠，但很多时候他都会主动找我和好，说自己也不该那么凶。我们都是爱对方的，感情是没有问题的，哪怕吵吵闹闹中间说要离婚，马上也会和好，就是爱对方不舍得。他对我很好，是表现得出来的。我呢就是不太表现得出来，但可能一直以来这种偶尔吵吵闹闹让我心里觉得不敢要孩子，觉得可能哪一天就会离婚吧。就这么到了2021年，终于第一次真正有了离婚的冲动。当时呢他工作上也不太顺心，我没有理解他关心他，我还说了惹他生气的话，他就要离婚了。其实当时他说是因为我结婚几年了都不生孩子，在我身上看不到未来，那是我极力挽留，他一定要签离婚协议。但我知道他不舍得，签了离婚协议有1个月冷静期，其实没过多久又和好了。这冷静期让你冷静了，还真冷静下来。但那时我心情很不好，想着去做点其他的投资，分散注意力，说不定还能挽救婚姻，但就被朋友坑了，投资血本无归，没了几十万。但那时我也不敢告诉我老婆，一直瞒着，想着自己能解决。我2022年之前收入其实都还可以，能盖住这些缺口。到了2023年10月，我就跟他说实话，我欠了一些钱，没告诉他真实原因，只说自己开销大。其实刚结婚那年，他就跟我要财政大权，但是我那时比较大男子主义，第一是发个工资呢也没多少，第二呢就想自己管。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混蛋，如果那时就给他管理，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哎，我让他去贷款，我还当时想着要么可能就离婚了，要么他就帮我。他选择了帮我，因为他也不想在我最难的时候离我而去，所以他去贷款了。就这样，他贷了一笔钱给我还债，我真的很感激他。但是可能他觉得给我贷款了，虽然是我在还，但是债务在他身上，无形中给他增加了压力。5年内都要还债，孩子也生不了，对我是有点意见的，觉得双方不平等，他占了大头。那时我心里不太服，这么长吗？那时我心里不太服气，因为我觉得虽然是你贷的款，但是我也在还，房贷也是我在还，我为这个家付出了，也是我能做的最大的贡献。然后从2023年10月几次偶尔吵架要离婚，每次都把这个贷款的事情拿出来说。后面他也主动找我和好，其实结婚8年，我虽然没给过他什么钱，偶尔给他买点东西，他自己也能赚钱，赚的还比我多，他也会给我买东西，但我毕竟是男人，我的工资基本就是给房贷、房租和生活。中间吵吵闹闹，到了前几天，因为我比较晚睡，他就说老是熬夜对身体不好。刚开始还跟他抬杠，说自己确实睡不着，我确实睡不着，每次都会想起2021年那时候乱投资没个几十万的事儿，好后悔，好对不起老婆。然后呢，他叫我去隔壁房间睡。第二天我因为没充电，闹钟没响，导致他觉得我在睡懒觉，还不起来去上班，觉得我每天晚上不睡觉，他彻底爆发了，就约了去民政局。当天晚上他跟我说，他早上开会眼泪不停地流，想到要跟我分开了，忍不住流泪。其实当天晚上我们各自发表心里的想法，我知道其实他还是不舍得。哇，好压抑啊，哥，你这封信又长又压抑，我读的我都读累了。这些事需要说这么多吗？你这个生活光读你的文字就累，其实很简单的事情要说的这么复杂吗？哥，你想想你自己读一遍，咱们的生活平时都是这么压抑吗？咱们这个生活可能过不下去了，这么压抑吗？哇！他问我要不要去民政局了，我说我不知道，他就说要不先分开几天再说，我说可以。
然后昨晚我回家收拾东西，我那时觉得还是不想离婚，还可以挽救。感谢初一二三送的礼物，但是他说心意已决，不管我怎么说，看在10年的份上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知错了。他说正是因为10年才坚持了这么久，这次不想再坚持了，看不到未来了，一定要离。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平等了，我面对他更有压力，更患得患失。说我是不会快乐的，说的很好，你老婆说的很好，你老婆是个好人呐，你老婆说的很好啊。他对我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挑剔，甚至不允许我做错任何事情。对此他也有压力。他说这种关系不想再继续了，我该怎么办？我其实还想挽救我们的婚姻，我知道他还爱我，也不舍得我。我是广东人，他是湖北人，每次吵架都是他主动找我和好，因为每次吵架我都觉得我好委屈，我觉得我从来不主动惹他，可能他就是觉得我做不好，所以跟我生气。好长啊！回想起来，我确实没有他大气。哇，好长啊！我跳着念了，朋友们，好长啊！感谢热爱送的礼物，我跳着念了，好长啊！中间全是他的心理活动，然后他也没有嫌弃我没钱，包括现在房子装修都是他出的，可能有时他就觉得他占大头不平等。哇，又好长又好长好长的，又重复说了一遍他们的现在的情况，反正就是后悔。痛苦，我该怎么办？我好痛苦，觉得自己没有好好对他，没有珍惜他。回想起自己当初投资血本无归的钱，悔不当初。如果当时不这样做，现在就很轻松了。哎，如果几年前会要个孩子，现在也很幸福啊，好后悔。后面还有这么长，敢信吗？哥，有时候我之所以忽冷忽热，是因为偶尔想起来他说我的时候，说他占大头的时候，我觉得好委屈。我现在好后悔，好想好好对他，但是为时已晚，他已经听不进去了。是的，我都快听不进去了。哥，没辙啊，你这个解决不了呀，你这个性格加上你这个状态，只能先分开了。他肯定听不进去了，我都不敢想你们生活在一起得多压抑，你有多压抑，他有多压抑，太累了，赶紧离了吧，太累了。后面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哥们儿就是纠结，他一方面呢是这个他就觉得他老婆在家庭地位上让他有点委屈没尊严。另一方面呢，又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又觉得他对他老婆不好。哎，他一旦不这样的时候，他又觉得自己就反反复复。你看后面又开始忏悔，我承认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我没有规划好未来，导致面临了经济问题。然后有时候又委屈。他今年35岁，再过几年就40岁了。我跟他说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一起努力，争取把债还了，就生孩子。他现在是听不进去了，宁愿把债转到他身上。他用2、3年还清都不愿意给我机会了。这个哥最后一句话真的好伤感。这个哥这么长一封信，最后一句话是他赚钱能力确实比我强，连个句号都没打。兄弟，你也是没有人倾诉，跟我说说。听到了，哥们儿，听到了。我觉得你老婆是个真的不是赚钱能力，咱不是说赚钱能力，你老婆是个更成熟、更理性、更勇于面对生活的人。你有点怕。你有点不敢主动勇于的面对生活，你老婆现在决定一个人去面对她的生活了，那么兄弟，请你也去面对你的生活吧，会好的。你如果再在这儿这么搞，圆满了，哥们儿，我听到了，你肯定是没人倾诉，你跟我说说，我听到了，我理解，我听进去了，我知道怎么回事。倒霉，投资赔了几十万是吧？慢慢还，能还得了啊，能还得了，慢慢还。你老婆要走，让她走，你干什么？好好还债，好好赚钱。把这些事情都忘掉，好好还债，好好赚钱，活出一个样子来。你觉得自己像一个样子了，你再去找他啊，也许还有机会。我觉得他挺爱你的，他要不是爱你的话，我这都不敢想呀，太头晕了呀。我应该是挺爱你的，但是你得活个样子出来啊！别想这些了，我听懂了。你也是无人倾诉，你跟我倾诉挺好的，但是后面要面对生活呀。别要孩子，肯定不要，谁跟他要孩子？人家姐们都撤了。他现在想要孩子也要不了孩子，谁要孩子？人家姐们都撤了，人家姐们说宁愿把债转到自己身上，自己还都不愿意再给这个男的机会了。要什么孩子？没有孩子了，啊，绝望了。这个兄弟也绝望了，姐妹也绝望了。但是绝望的，大家面对绝望的解决方式不一样。而面对绝望呢，就是沉没成本，不参与决策，一刀斩断，面向未来。有的人面对绝望是这样的，有的人面对绝望就跟绝望相处下去了。这个给我写信的兄弟也绝望了，但是他出不来，他觉得哇，我的人生毁了，我绝望了，就每天想这些事情。哇，我为什么要当时投资亏40万？为什么？别想了，沉没成本，不参与决策。别想了，
赶紧挣钱还钱，面对生活就有希望，不要跟绝望缠斗啊！面对生活，慢慢的有希望了呢，会好的，会好的。这么多人啊，欢迎大家，哥们儿，支棱起来啊，支棱起来，支棱起来啊！震惊了，会好的啊，会好的。但你要是这样下去，全完了啊！别想了，别想了，想不通的，面对，一定要面对，一定要面对。你这不咋整？我都头晕，太长了，哥们儿，你要不要？哎，算了，我相信你一次啊，我相信一次你的承受能力。我就说的再直接一点啊，不要老想赚钱能力这件事啊，不要想什么他赚钱能力比我强什么，你跟人家比什么？你好好还债，你跟人家比什么？你想压过他一头是吗？啊，别想这些，是不是？说这么多，你就是心里自卑，觉得人家比你强，两个人在一起，好死不死你又欠债，落下个把柄，是不是？完了想压过人家一头，生活不是战斗呀！你告诉哪来的这些奇怪的尊严、自尊，莫名其妙的？啊，还债好不好？惊了！我相信你听得懂啊，相信你听得懂，好好还债，还债，支棱起来。还有2分钟发券啊，还有2分钟发券。你这个心扭不过来，你好不了啊！不要有这种莫名其妙的嫉妒心，这太奇怪了。你身边的人比你好，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为什么身边的人这么亲密的人比你强，比你好，完了说不舒服？其实就是这，有时候不想说的太透，不说透吧，你们也不知道我在说啥。其实我刚刚前面那些话呢，我相信这个男的在听，他听得懂我在说啥，但是我还是说透一点吧，兄弟，不要有那么多自尊心，自尊有什么用啊？日子过得一塌糊涂，然后就剩点自尊干什么？把日子过好，把生活过好，好吧？欢迎大家，不要有太多自尊心。哎，不是说不要有自尊心，你看这个话明天给我剪成一个切片，我又完了，我该怎么说呢？哎，我就不想说这些，我就这好累啊，好难呀，好难啊！我那天。哎，你们还记得吗？我那天直播完了，有个姐们说她30多岁了还有门禁，然后我就说，哎我天呐，我说你这么大岁数还有门禁，我说有门禁这些朋友们出去住，一定要自己住，感受一下自己住的生活啊！你们记得我那天直播说这个吗？我说你们自己住啊，他说怎么还有门禁呢？你们独立住一下，感受一下啊，吃点外卖没什么的，感受一下那种自由的感觉，感受一下。你们记得我这样劝吗？好，然后切片出来呢。切片出来把门禁剪了，门禁剪了，完了说李诞说不要跟父母一起住，一定要自己出去住啊，一定要自己出去住，不要跟父母一起住。完了下面评论说那是你父母不好，这太难了呀！我这一天到晚，我父母挺好的，我是说那些有门禁的父母。这个很无语，我真是。关键你说你是说这些话的人，我恶意一点想，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如果是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很幸福的话，怎么会出来攻击别人说你父母不好呢？如果跟爸爸妈妈真的在一起待得很幸福，看到一个人跟爸爸妈妈处得不好，不应该是同情、心疼、建议，让他好好相处吗？怎么说？哈哈，那是你父母不好。我就我的心里很复杂，我看了我就觉得一瞬间有3、4层递进的复杂的感情。感谢大家关注啊！但我有点迷茫，希望你给我点建议。我本科时谈了一个对象，毕业后我因为家庭经济原因没有选择考研，去了 B 城市工作。我对象在 A 城市读研，我在 B 城市工作了3年，也是口罩3年，跟对象见面不多，也存了一点积蓄。考虑到医学需要规培以及对象在 A 城市等等综合因素，我考了研，辞职花费自己的积蓄去 A 城市读研。但我对象已经毕业了，并且在 A 城市大3甲医院工作，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半年，但是很多事情都没有共同的看法，相处不和谐就分手了。这段感情前后7年，我感觉对我影响很大，有些后悔考研来 A 城找他，那样也能挣更多的钱贴补家里。现在29岁了，研还没有毕业，积蓄也花得七七八八了。我在 B 城市工作期间认识了一个女孩，后来知道我分手后，经常从 B 城市坐火车来找我。我知道她很爱我，我一开始不想和她相处，因为她在 B 城市工作，而我在 A 城市读研。但是呢，跟前任分手的失落、读研的压力、经济的压力以及未来工作、买房、结婚等等的压力，我无以诉说。恰好她都理解我，所以过去的2年一直在跟她联系倾诉，她一直陪伴我，但我们一直也没有确认男女朋友的关系。我现在读研接近尾声，周围人都在给我介绍对象，因为这个女孩的存在，我都拒绝了。我父母觉得我辛苦了这么多年，终于要学业有成，工资期望也挺可观，想让我找一个收入可观、工作稳定的对象结婚。但是呢，这个女生工资不高，如果跟我去别的城市，还有可能会失业，我该怎么办？选择她，我可能未来的生活压力会很大；但是不选择她，我放不下，我该怎么办？蛋总，你要是放不下，你就不会给我写信。你给我写信，就是因为你放得下。
兄弟，放下吧啊！你放得下，你放就放下了，比你想象中容易得多。你这个不叫爱，你是道德压力。你觉得过去2年人家陪你走过个低谷，你也没多喜欢人家吧？你觉得走过低谷，你现在有点那种感觉陈世美了是吧？感觉自己那叫什么？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是不是有这么个顺口溜？你可能觉得怕自己背上这样的骂名啊，有点道德压力。你也不是爱他，赶紧放下吧啊！也放下这些道德压力，该干啥干啥吧啊！没事的，你跟人家在一起，对人家也没啥好的啊，赶紧放下吧啊！给人家买点东西，这么多年火车票也挺贵的，2年这天天买火车票来看你啊，给人买点东西啥的，自己看着买点啥。你看我不了解人家这女生喜欢啥，你们应该也挺了解的吧？你看人家喜欢啥，给人家买点啥。哥们儿，别因为道德压力跟一个人在一起啊，你跟人家在一起，将来矛盾更多了。你如果觉得这2年你耽误人家了，我就说白了吧，你的心理活动就是觉得耽误了人家2年，觉得不好意思，道德过意不去，你再跟他在一起，就不一定又要耽误他多少年了，最后也不太会有好下场啊。沉没成本不要计入决策啊，沉没成本不参与决策，任何时候改变都要付出代价，但是任何时候改变付出的代价都是最小代价。再说一次，名人名言，段永平说的啊。任何时候改变都要付出代价，但是任何时候改变付出的都是最小代价。听段永平了吧，哥们儿，赶紧啊！你实在过意不去，给人家那个啊送点东西，然后别那个那么无情无义，是吧？人家女生也未必那叫啥，是吧？就是朋友，万一就是朋友呢，也能相处呢。哥们儿，真的啊，听劝啊。你这么弄没有好下场。